我最近去參加東東和三七的婚禮了，作為他倆的10年老粉，我打算把他們的婚紗照做成一個5210塊的純手工拼圖送給他們。但是這拼圖整整做了18天，做的我差點沒趕上他倆婚禮。剛開始我是想給他倆做個紙質拼圖，所以前幾天我們一直在研究怎麼把紙殼做成硬紙板。但是忙活了幾天，我發現做紙板根本遙遙無期，倒是做出不少30年前我奶家用的廁紙，而且我弟嘗了一口，就連味兒都是一樣的，我當時都崩潰了。我心說研究了6、7天，合着紙質拼圖就研究出個紙，完了還是側的。所以後来我就想給他倆做磁吸拼圖了。我打算用1毫的軟磁貼粘上1毫的卡紙板，組一個1.2米乘1.8米的大畫板，然後把他倆的婚紗照畫到這上面。但是這畫畫起來實在太折磨人了，這裡邊頭髮、眼睛這種細節的地方實在太多了，甚至包括養樂多的狗毛都需要一筆一筆畫出來。我後来數了一下，這畫我弟和我二姨一共呢畫了7萬來筆。然後在空白的地方，我們畫了幾個 Q 版照片，基本上都是全網最深的記憶點了，包括白眼狼先生也在此占有了一席之位。這畫到最後我們一共熬了5個大夜，那後期我仨对咖啡都免疫了，就甚至連那老補鋅丸我們都開始一板一板吃了。這活幹的太費命了。後來裁塊的時候，因為實在是沒法裁成拼圖形，就都讓我們給裁成不規則的滾刀塊了。但是裁的時候撒了好多紙屑，家裡整的賊亂。好在之前在抖音商城双11好物节買了個天可智能洗地機，恒阳活水洗的賊乾淨，而且還是超长續航。我買的時候到手才2000多。现在左滑逛抖音商城或者直接點評論區就能買同款。抖音雙11打直球，一件立減不用湊，上億神券更超值，超多好物都壓到了全網超低價，超好囤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後裁拼图的時候，我感受了一下，要真裁成5000多塊，那每一塊都太小了，所以最後折了個中，我們給它裁成了2999塊，而且裁完之後，我們又把整個拼圖都拼上了，給他倆照了個相。我說但願這不是他倆唯一一次看到這個拼圖的全貌。最後打包的時候，我還給他倆做了個100年好合，但是因為整個制作過程比較趕，就導致我倆去送拼圖的時候非常極限。我倆抱着這20斤的拼圖，從哈爾濱到杭州一直都在狂奔，給那鞋底兒都要摸出火星來了。好說歹說算是趕上了，然後給他倆講解了一下這個拼圖的構造。我估計有這麼個大玩意兒，他倆的婚後生活應該就不會無聊了。就我做18天就得拼，哥多少天？18天。但我敢肯定你18天肯定拼不完。我們同學過2天就要領他爺他奶上三亞了，完今天小聚一下。但是他爺他奶年齡大了，坐不了飛機，只能坐火車。哎呦，我哈爾濱到三亞坐火車，我說哥們，你這趟是押標去了呀？老話說上車餃子下車面，所以這頓必須得有烤包子呀。這包子剛開始餡多了，完就使勁往裡包，後來覺得餡不多了，就加了點洋蔥。再後來啊，餡裡沒肉了，我就直接包了倆洋蔥餡的。完，我們同學含着眼淚跟我說走之前我能不能點2個菜，一個是你給你奶做的肘子烩飯，還有一個是你前老丈人給你做的那個廣式給包。真的，就他那個眼神真誠又篤定，我一下沒整明白，我說你是要走啊還是要走了？我說咱今天吃的是飯呢還是席呀，哥们儿？我弟說哥你別跟他生氣了，你看看我點這倆菜，他點的麻辣拌、剁椒魚頭和酸豆角炒肉末。哎呀，我真是我弟從來就不願意吃那老爺們吃的東西，你發沒發現？還給他準備了1箱整整9盒自嗨鍋，都是趁現在拼多多雙11花1塊錢搶的。這毛血旺自熱火鍋賊入味兒，還有梅扣和沙牛飯都嘎嘎好吃。鏈接我放評論區了啊，你們也弄他一下子。但他們爺仨得坐4天火車，我都怕這1箱不夠啊。來吧，吃香香，來走飯、紅肉、山排湯、澆頭、碧蝦、烤包、藏寶、麻拌、土茄、蒜末。完，這小子說這頓飯還有一個目的，想要走我燉肘子的秘方。我說幹啥呀？你要上三亞開飯店去呀？他說不是，主要從來沒單獨和他爺他奶待半年以上，他也害怕老頭老太太吵着，想多一門平事的手藝。買了這麼些東西，爬他媽6樓，這爹現在睡得跟死豬似的，連門都敲不開，我去。我要天天跟他生氣，我都活不了。我有時候也尋思，別跟他一樣，萬一我火了呢？我得保持健康啊。但我又一尋思，就他這個活法，我得走他撿。我比他大1歲，他得比我多活30年。那他媽便宜不還是讓他撿了嗎？又闻味醒的呀？要不是我也沒吃飯，我絕對跟他拿東北大抽醬炒。真的，我是萬萬沒想到啊！倆人在家，我還得他媽咬着手機拍。哎，你把那個土豆泥給我倒了，这去。你幹啥呢？你不让我整土豆泥嗎？你当然，你嘴裡嚼的啥呀？活啊！你可太他媽惡心了！酱蛋、辣五、
QT， 用膳吧，爹。吃饭了，哎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下午2点半，你刚吃完早上饭。我晚上睡不着，你这闲的。是，我也想了，我晚上应该出去跑1个小时，但是我能坚持5分鐘吗？姑啊，你儿子都楼了，还不要老二吗？我前段时间被一个视频种草了富平柿子饼，那柿子饼金黄金黄的，掰开还有点流心的状态，看着可给我馋壞了。所以我买了400斤富平柿子，我寻思我也在家做点。但是这玩意儿在家做很麻煩，因为没有什麼太趁手的工具。這1500多個柿子，我們愣是一個一個拿毛子削的皮。而且這柿子餅在晾的時候，對溫度和濕度都有很嚴格的要求。但是11月份的哈爾濱晚上已經零下了，就是它極有可能還沒等晾成柿子餅呢，就先奔凍柿子去了。所以我們就白天拿在外面晾，晚上再搬回來開窗通風。就這麼折騰了3天之後，柿子還真是一個都沒動。但我們算是徹底涼透了。後來我尋思這天只會越來越冷，也不能一直這麼折騰啊，所以我決定給這些柿子在家蓋個小房子。有了這房子之後，我們的工作就輕鬆了很多，下雨下雪往屋裡搬一次就行，其他時候我們就負責開門關門幹好打更的活就行了。後來大冷的時候，我還上了點供暖設備，3000瓦一個的暖風機，我同時開了3個。外面零下20多度的時候，這屋裡也依然保持恆溫10度。就富平柿子餅可能是靠天養的，但我這純是愛的供養，那真是一頓操作猛如虎，我那月電費2500。這柿子晾到縮水2/3的時候，再等幾天就可以挑軟柿子捏了。然後這幾天沒啥事兒，我就整了點尋味師的螺螄粉肥牛火鍋，1塊錢就到手這一大箱。這一份裡有2大塊豬蹄兒，4隻鴨掌，還有滿滿1鍋肥牛和配菜，味兒也特別正。他們家的花椒雞海鮮火鍋也是湯濃味鮮，還有這半隻雞拉麵也真的有半隻雞在裡邊。現在拼多多有1萬個試吃名額，每個名額9盒3個口味，鏈接我放評論區置頂了，鏈接在就是還有名額可以搶，你們快去看看吧。然後也就是在這幾天裡，我發現試吃棚裡陸續多了好多這樣空聲，問誰都說不知道，於是我乾脆上了50把鎖，每人分了10把鑰匙。我算是品出來了，對於互相不信任來說，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互相制約。然後這柿餅捏完之後就已經非常非常好吃了，皮兒有嚼勁，餡兒還有水分，這就是特別好吃的鮮食柿餅。但是據說捂出霜之後會更好吃，所以我們就一層皮兒一層餅拿着接着捂霜了。大概是捂了40多天，柿餅外面真的就結出一層很厚的白霜。我之前一直以為是裹的糖粉呢，沒想到真的是自然結出來的。這柿餅因為捂霜的時候不是特別乾，所以它現在依然是一個流心的狀態，而且冷凍之後會更好吃，就跟吃冰激凌似的，感覺特別爽。但是因為沒燻硫磺，只有少量的柿子餅是橙色的，大部分的還是有點發黑。不過真的每一個都是齁甜齁甜的。但我發現這玩意真不能多吃。那天下午我大概吃了10來個柿餅，結果一直到晚上打包的時候，我的嗓子還有點說不出話來呢。哎呦，我這一大鍋誰能頂住啊？我其實除了枸杞還有一個地中地，他是我爸的媽的弟弟的兒子的媳婦家孩子。他說好長時間沒擦大哥了，今天來看看我倆。扛了2箱焙火燃茶上來，說串門不能空手。哎呀，上我家拿茶葉的不少，帶茶水的真是頭一個。我昨天問他想吃點啥，他想到早晨3點多告訴我鍋包肉、魚香肉絲、麻婆豆腐和雞公煲。我說哥們就這麼幾個快餐店的菜，那至於想到天亮嗎？他說哥呀，我不到這個點我聽不到自己內心的聲音。他內心的聲音其實就是蓋飯，但他哈喇子盡頭應該就是我這鍋大骨棒。我一個沒看住，他把我準備炒回鍋肉的五花肉全扔裡了。我現在覺得這點蔥綠的恰到好處。完了，我問他是否小酌，他說還是喝茶吧，20來歲該養生了。這焙火燃茶是無糖的，用的還是大紅袍，特別純粹的茶香，他爸都挺願意喝，配着一桌子香的辣的，正好解解膩。然後他跟我說，你家肯定有豬油，能不能給我來一碗豬油拌飯？真的，我懷疑他這300斤體重裡起碼有200斤是心眼子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豬飯、魚肉、鍋包、五穀蒜、五花前刃、茄末、婆夫、黃雞、牛滑，還有他要啄一下的燃茶，還得說胖子會吃，這白肉蘸點蒜泥，當時給我香迷糊了。我又來了一碗麻婆豆腐蓋豬油拌飯，這香味活該得想到天亮。碗最小，一口大骨頭，一口燃茶呀，因為這每瓶有11克膳食纖維，他喝完了能刮過肚子裡。你瞅他吃這麼香，我說你說句實話吧，是不是家裡有啥狀況供不起你了？他說哥呀，我媽在家只給我吃水煮菜，我唯一能吃點有滋味的是健胃消食片。我爸跟我媽在家吵吵了，他倆一個想出去吃，一個想在家吃，然後在僵持階段，他倆幾乎是一起說的，讓你兒子回來做唄。你說這人退休了能閒成這樣啊？2口打仗6喊玩。
我回来一看，羊蝎都换好了，我也没整明白这是什么套路啊，整不明白就不整了。这俩人啊，就属于在水塘里挖藕，那心眼太多了。这肘子，我说咱今天烤一次試试呗。我妈说我帮你扎眼吧，还解恨。我说妈，你別這樣，我一貫勸分不勸和呀。這個醬湯羊蝎子是一個老師傅給的方，他說他們飯店靠這方子火了20年，完了帶着方子出來單幹來了，第2年就倒閉了。這條魚眼肚瞪那麼老大，我也不知道因為啥，下的粉條給它一起撈了，這個菜就叫德芙妮燉大眼。這灶這麼站着，啥時候能吃上飯呢？好在家裡有一個真米析出機，設置好時間和溫度，新手小白也能煎出專業級味道。你想要幾分熟就能幾分熟，而且還能炒菜，輕鹽少油，告別猛火爆炒，讓你的飲食更健康。我媽說頭2天燉只雞才25分鐘，我說媽，我這蝎子撈了快2小時了，你早他媽尋思啥了？我媽告訴我父債子償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德烤肘、北水肚、蝦炒白肉、醬蝎、肉芽、飛牛、磨茄、鬧大眼。我怕他倆吵吵，我吃飯給我姑都找來了，然後又把我弟貢獻出來了。這娘倆捨命陪我媽喝呀。後來互相攙扶着回的家。他倆真辦事啊，啥也別說了，我以後對我姑父好點吧。